女人抱着儿子冲出屋外，而屋内已经浓烟四起。她大声呼喊邻居帮忙救火，而邻居缓缓走来，却不去救火，反而静静地站着看热闹。女人跪下来苦苦哀求着，邻居依然不为所动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得罪所有邻居？女人名叫宋三妹，她所在的村子里开着一间化工厂，工厂的生意很红火，赚到钱后，村里所有老百姓好处自然不会少。董事长给全村60岁以上老人发放每月80元的补贴，这一举动赢得所有村民热烈掌声。刚开始，附近的居民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，直到这天，宋三妹的女儿和儿子在山坡上放牛，两人坐在草地上唱着山歌，没想到牛独自来喝化工厂的污水，结果第二天，宋三妹的牛已经奄奄一息，女儿深深自责起来，都怪自己没有照顾好牛。宋三妹赶紧跑到村长家中，村长，俺家的牛死了。咋死了？昨天秀秀在化工厂后山放牛，俺家的牛喝了化工厂排出来的污水，没想到今天早上就死了。你可别胡乱说啊！那化工厂的水又不是毒药，那咋恁的牛一喝就死了嘞？哎呀，这是不是恁家的牛本身有啥病啊？村长，俺家的牛跟了俺10年了，从来就没得过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到化工厂摸摸情况啊。哎，村长找到工厂负责人，把此事谈妥。他从信封里掏出6000块钱递给宋三妹，这些钱足足可以再买2头牛。宋三妹满脸笑容地接过钱，接着村长又拿出一张保证书，让宋三妹签字。原来化工厂是想让宋三妹对外说牛是病死的，而不是毒死的。此时宋三妹心中有些不安，要是这化工厂的污水被老百姓喝下，那岂不是会害人？而村长一直向宋三妹解释，化工厂是为村民谋福利的，怎么会害人？宋三妹没多想，觉得村长说的都对。宋三妹回到家中，女儿秀秀说出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一件怪事。俺班有俩同学中午放学后在化工厂后面玩了一会儿，下午就吐得止不住，现在送医院了。化工厂果然影响到附近的村民。宋三妹提醒秀秀和儿子以后不准去化工厂的后山去玩。秀秀想起自家的牛是不是喝过化工厂污水才死的，因宋三妹签过保证书，直接否认秀秀的说法。秀秀说宋三妹是个骗子。宋三妹恼羞成怒，一巴掌打在秀秀脸上。看着女儿伤心离开，宋三妹才恍然大悟。而此时村长又和化工厂负责人把中毒孩子的家长聚集在一起，化工厂表现最大的诚意，承担孩子的住院费以外，还给每个孩子补助500元的营养费，前提是要像宋三妹一样签下保证书。看到化工厂为村里带来的贡献，再加上超额的赔偿费，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。宋三妹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找到村长，可村长还是以化工厂做出不少贡献为由来搪塞宋三妹。可宋三妹还是担心会闹出人命来，可村长一点也不担心。伤害到人怕啥？只要不出人命就没事儿。那就是真的出了人命，那还有上面担着了吗？看到宋三妹爱管闲事，村长仔细一想，是不是宋三妹嫌人家化工厂赔钱少，故意在这里为难自己？村长豪爽地自掏腰包再赔偿宋三妹200元，可宋三妹并没有要钱，反而转身就走。此次事件让宋三妹彻夜难眠，她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直到这天早上，女儿秀秀突然觉得头晕，宋三妹上前让她再继续睡一会儿，可秀秀觉得自己没事，坚持去学校。就在宋三妹干活时，一名男孩找到宋三妹，邻家婶婶晕倒住院了，你给我去看一下吧。宋三妹赶紧扔下锄头。当她赶到医院时，才知道秀秀因为化工厂的污染导致中毒。幸运的是，秀秀没什么大事，而村长再次拿着赔偿费和保证书放在宋三妹的面前。宋三妹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，拒绝此事的妥协。第二天，宋三妹自己跑到镇长的办公室，没想到镇长早已知道宋三妹会来告状，所有说辞和村长一样，都觉得宋三妹嫌钱赔得少。再加上这个化工厂是上一任镇长从南方引进来的项目，怎么可能亲手断送在自己手里？镇长对此事不管，宋三妹只能反映到县环保局里。局长对这件事很看重，带着工作人员去收集化工厂排出的污水。几天后公布的检测结果让宋三妹大吃一惊，化工厂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。而另一边，环保局长和村长以及化工厂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。原来局长早就站在化工厂这边，对此次污染事件睁只眼闭只眼。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化工厂，村里就没有收入来源，经济至少倒退20年。
这种道理所有村民都知道，更何况化工厂每个月还给他们不少好处。如今宋三妹处处针对化工厂，这也直接影响到村里的利益。宋三妹的儿子成为被欺负的对象，甚至村民们都跑到家里来威胁他。宋三妹，要这次把化工厂关了，最还每月给我们发的80块钱。宋三妹，你要是给了钱，我们就走。宋三妹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不要做傻事儿。你要是给不了钱，我们大队村是饶不过你的。宋三妹关上门，并没有被威胁吓到，决心将化工厂告到底。宋三妹又来到县信访办，一名老头得知她的事情后，给宋三妹指条明路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你这一桩啊，在县里不会有啥结果，直接到市里去，因为每周都有市长的接待日，直接把问题反映到市长那里去。宋三妹这才明白，之前都做了无用功。宋三妹决定前往市里去告，可还没行动就被逮捕，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关进警局学习几天。不过刚从警局回来，宋三妹还是去市里告状。然而她还是太天真，市长这么忙，哪里有时间见普通人？幸好听到好心人的介绍，可以去找律师咨询，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的律师，这让宋三妹一下找到头绪。她找到好心的律师，想要告化工厂，首先是要找到化工厂污染的证据，要是能有全村人的集体签名，不仅能告状，还能还宋三妹的清白。为了能够告倒化工厂，宋三妹到处求人签名，可所有人都避而远之。现在要告化工厂，没一个人愿意。就在这时，老师做了一个实验给宋三妹看，他把污水喂给白鼠喝下，不到20分钟就已经死亡，可见毒性之大。宋三妹也被震惊，她赶紧拿着喇叭呼吁大家重视化工厂污染的事件。看到宋三妹依然不死心，胆大的村民直接把她的家一把火烧掉。宋三妹跪下来求着村民去救火，可是没人愿意帮忙。放火的真是村里的人，他因宋三妹告状一直怀恨在心，最终被抓进大牢里。老师终于带领学生宣传化工厂的危害，边喊口号边举旗游行。终于一些村民开始有所行动，签上自己的名字。拿到村民的签名后，宋三妹的告状之路终于顺利展开。相信宋三妹最终能够成功告倒化工厂，还村子一片蓝天白云。电影《乡村环保事件》上映于09年，本片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化工厂虽然给村里带来福利，但老百姓的身体也受到很大危害。宋三妹经历重重困难，成功将化工厂告倒，同时把人性的弱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看完视频的朋友，记得评论支持一下。